贼！你为何要对我袁家赶尽杀绝？哦，原来你就是12年前袁家漏网的那个小崽子。我的家人，我的叔叔们，有多少人枉死在你手里？这笔账，今天我要为他们讨回来。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大哥，你们先走。要杀就杀，何必犹豫？难道你杀人之时，从来都不犹豫吗？我是奉命行事，所杀之人自然该死，何必犹豫？狗贼！只要奉了王命，你就可以滥杀无辜，不辨是非了吧？
孙仲寿，嗨，众宝秘术，富于有缘。入我门中，欲获莫怨。是什么人呢？河下土地3尺，可葬我骸骨，使我身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苦。凡葬骨者，即为我门人，然后可开启铁盒，盒中有武功秘籍1份，藏宝图1张，得之可冠绝武林，富甲天下。前辈，我可不想贪图你的武功秘籍和藏宝图。不过我们算是有缘，我自当将你安葬。君诚心葬我骸骨，朕乃忠厚仁者，托以众宝秘术，我心无虑也。前者铁盒不可开启，盒中书谱地图军甲，且有剧毒，以惩戒贪欲恶徒耳。珍品在此小铁盒内，骸骨旁石壁有我随身利器金射箭，得宝剑秘籍，纵横天下可也。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10两，寻访女子温宜，赠以黄金10万两。此时纵具天下珍宝，亦焉得1亿半日聚首。
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。悔甚，恨甚。金蛇郎君绝笔。金蛇郎君，好怪的名字。金蛇秘籍。前辈的剑法轻功暗器，晚辈都已牢记在心。晚辈不忘前辈遗言，日后定潜伏浙江食粮寻访瘟疫。若有幸找到，定将藏宝图原封转送。荒山寂寞，金蛇剑就留在此地，与前辈作伴吧。晚辈告辞。袁公子，袁公子，杀父仇人就在眼前，此时联手，我们以前的协议依然作数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是想落井下石吗？袁大哥，此人虽是我杀父的大仇人，但却拒绝卖国求荣，咱们先公后私。回王爷，你得罪了。给我杀！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动手吧！这样。保护公主！保护皇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给你。外面人都进来！齐全齐全的！是。哎呀！上！快！金蛇宝剑，帮我挡住他们！什么？教主，我来了！夏姑娘已被我救走，你没有筹码了。好，何教主，与我切成武林士敌是友，你自己决定。好，我想见识见识金蛇秘籍。一言为定。哎呦！
哎呀！我的眼睛，大哥！五弟，老五，大哥，五弟，我呀！老五，给我报仇！和田小五，跟你没完！大哥，天上你们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走！两大护法，住手！教主，教主，不用说了。袁公子，明日我在宣武门外大树下等你。好。咱们走。哎，走。安剑清，过来帮我！哟，我还真没想到，小猴子和昏君竟然同流合污了。这话人人说得，就你说不得。狗贼！袁承志，你三番五次坏我好事，今日你的死期到了。
呀！呀！呀！大哥，呀！不！太好了！大哥，用金蛇锥打他！呀！
也，我，哥，你二师兄为什么约在这种地方见面啊？没关系，在哪儿都一样。不知他们来了没有？你倒是守信用啊！我们夫妇还有要紧事，别耽误功夫了。二师兄，小弟今日来是给您赔罪的。上一次小弟折断二师嫂的宝剑，实在是事前未知，冒犯之处，还请师兄看在师傅的面子上，多多海涵。哼，你说是我们师弟，有谁知道？过了招再说。哦，还有那洪胜海，他已经改邪归正，这是他献出的满清多尔衮勾结大内曹太监的密信，请师兄师嫂过目。哼，都这个当口了。就是天王老子的信也救不了你，你莫非是假冒的？别再畏畏缩缩的，看招！二师嫂，打得不错啊！哎，住手！别伤他性命。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袁大哥，让你跑！袁大哥，救我！
师娘，你没事吧？二师兄，哎，师妹，不要伤他！贱人！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我有护体背心。嘿嘿，好狠的娃子，好狠的二师兄！师傅，师傅怎么来了？你的剑呢？从今往后，不允许你再用剑。徒孙知错。师妹，心术，你刚才和程志动手，难道试不出他的华山派内功吗？明知是自己的师弟，怎么还下那样的重手？师傅，徒弟知错了。公子，好像就是这儿。找到了。大公房。盛海，把门打开。好。大哥，就是这儿。青帝，拿图看看。嗯，好。盛海，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好。公子，哎，什么也没发现啊。青帝，哎，公子，这儿好像是我刚才路过的那间柴房啊。啊，那去看看吧。走，过去。走。你说这柴房里怎么能有宝藏呢？找找吧。图上画的是这儿，快。嗯。啊。哎，没有啊。找到了，在这儿，来。哪呢？哎，盛海。啊，把蜡烛拿出来。哦，我们两个下去看看。好。盛海，小心一点，注意周围动静。我们两个先下去了。你放心吧。看好了。拿着这个。哦。小心点。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到前面看看。好。青帝，哇，这么多箱子啊！
锁着呢。金帝，你看，钥匙，我去看。吴书之畔，武臣无不降者。魏国公徐辉祖以功臣弑勋，忠于社稷，殊可嘉也。内府重宝，仓皇不及携，魏公魏镇守之。他至崇光宗庙社稷，以此为资。建文4年6月，更申御笔。这么多黄金珠宝啊！这果然是燕王篡位之时建文帝留下的。这下我们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有了这么多黄金珠宝，咱们就成了金陵城的首富啦。什么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住的、玩的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简直比皇帝老儿还要逍遥快活呢。田大哥，这些东西是我们一起找到的，我分你5箱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？难道你嫌少啊？不是，这些珠宝都是当年燕王篡位之时，建文帝交给徐达后人看管，不想徐家衰败。这魏国公赐地，改名大公房，这是别人的，我们不能要。你真的不要？不要。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把他们送人了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爹发现的，你爱送谁就送谁，我不管。那我送给闯王呢？闯王？闯王天天打仗，军费一定吃紧。上次你师父不是筹了2000两黄金给他吗？不过跟这里的10箱财宝比起来，怕是小巫见大巫吧。金帝，你该不会跟我开玩笑吧？傻瓜，起初我是逗你玩的，你还真把我当成财迷呀。金帝，你真是我的好知己，太好了。不过，我让你送我样礼物。啊？这个怎么样？我给你带上。哎，这个我要送给婉儿姑娘。好，弱水3千，我们只取1瓢。兄弟们，跟紧了！好嘞，上！这片林子茂盛阴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倒也很幽静啊。不对啊，袁公子，这片竹林密集，是强盗打埋伏的好地方，咱们得多加提防才是。好。公子，我们中埋伏了。这位公子，请了。公子，杀点光。这位大哥，请了。这位公子是进京赶考的吗？哈哈，非也非也，小弟读书不多，每次赶考总是落败，幸好身边的钱财不少。哈哈哈哈哈！阁下倒是很直率，没有读书人的酸气。哼，我常常听人家说，这附近什么什么痞子、骗子、恶贼、强盗倒是不少，可是我们一路走来一个也没遇到，想来多半是欺人之谈，不是真的。不过兄弟们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你是真傻也好，装傻也罢，算你祖宗没积德。弟兄们，动手！且慢。
程老头子，我敬你岁数大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不过，今天你定是要捣乱的话，我的这帮弟兄可不答应。今天咱们是对上了，咱们是一块儿上啊，还是1对1的较量？哎，天广兄，这群殴多伤人命，咱们大家本来无冤无仇的，又何必伤了和气呢？让兄弟出个主意如何啊？好，楚庄主请讲。这里有10口箱子，咱们山东、河北直隶各出10个人，一共比试10场。点到为止，不能伤及人命。胜一场，得1口箱子，这是最公平不过的了。两位，瞧着怎么样啊？好，程老爷子，你们谁来打头一阵呢？把头，你去。侯寨主，这阵你来。天光兄，下一阵我来接吧。好，全靠楚庄主给咱们山东争回点面子了。师傅，这阵换我吧。好。天光兄，我不和女人动手，这阵换人，下一阵我来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哪位兄弟兴致好，陪这小妞玩玩？哎，弟兄们，我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咱们这些兄弟当中，也只有你配得上他。见笑见笑啊！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七兄弟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啊！师傅，这一阵我赢了。好，好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待我向小姑娘领教几招如何呢？我正好还没玩够呢。楚伯伯若肯赐教，那真是再好没有了。可是不知楚伯伯用的是什么兵器呀？哼，大人跟小孩子玩耍，还能用什么兵器吗？我就徒手陪你玩玩吧。阿九，你歇会儿，
这一阵由我来吧。师傅，我已经答应楚伯伯了。你楚伯伯的朱砂掌在江湖上大有名头，你可不是他的对手啊！玩两下就算了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呐。是啊，师傅。此人是位高手，等他手掌一变红，小姑娘就要糟了。啊！大哥，那你快救救他啊！对啊，救？他也是来抢财宝的，还让我救他？哼，这个小姑娘挺讨人喜欢的，先救了再说。大哥，你出手吧。楚伯伯，接招吧。再看看。楚伯伯，承让了。阿九，回来吧，你楚伯伯赢了。戳了我这许多下，你还想走吗？嗨，怎么，两个打一个吗？楚庄主说过点到为止的，点到为止固然不错，可是我还没点到呢。嗨，阿九，我闪开！喂，你快去啊！快呀！不好了，马儿受惊了！快闪开啊！救命啊！大家闪开啊！马儿受惊了！小心啊！快闪开！小心！停！哎呀，你这个死畜生！让你跑！让你跑！为护险灾，真是死里逃生啊！畜生，你想要大爷的命啊！啊！楚伯伯的朱砂掌果真厉害，领教了。沙寨主，老夫正要领教领教你的阴阳宝扇呐。
哈哈哈哈哈！正是，这么一箱一箱的分，太麻烦了，还是由我们俩来决定胜负吧。哦，这二人确实厉害。双方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，不如把箱子平分了吧。你，哇呀！嗨！承让了。师傅。你们小心一点吗？原来是个慧家子，我爷爷陪你玩几招。等一下！你们这些人啊，贼头贼脑的，别趁我打得起劲之时，把我的箱子偷了去。你上来吧！你小子站那么高耍把式啊！有种你给我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！庄主，你上来也不小心一些，摔下去疼得很吧？去，把他给我拽下来！给我杀掉他！上！哎，你们不要推了！
些人，大家快跑啊！哎，强盗，官兵来了！你吓唬谁呀？我骗你干嘛？不信你自己看啊！快跑吧，强盗！师傅，官兵来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天光兄，我们赶紧走吧！快走，快呀，快！袁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帮白痴连这箱子皮都摸不到。这妹子真秀气，不如跟哥走啊！你的，我先看上。但见阿九眼神冰冷，看向面前的士兵，心中大怒。作为当朝公主，竟被一群士兵出言侮辱。身后的程青竹亦是大怒道：“混账！他是大明的！”眼见众人攻了上来，阿九立马挥动手中竹竿迎击，奈何官兵人多势众，阿九又要保护师傅程青竹，慌乱中被身后士兵一招击中，跪倒在地。危机时刻，但见袁承志飞身而起，飞起一脚，瞬间便将周围士兵击飞。是你？别说了，先走，快！谢了，师傅，走。另一边，同样遭官兵追杀的盗匪头目沙天广亦是危在旦夕。但见数人围攻而上，眼看就要将其击杀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飞身赶到，混元功爆发，将其周身数名士兵撞倒。沙寨主，是你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眼见替自己解围的竟是袁承志，楚红柳疑惑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别说这么多了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一起打官兵吧！”多谢公子。就在众人欲要拼杀之际，数道箭矢袭来，袁承志转身看去，正是去而复返的阿九。慌乱中的官兵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箭矢击杀，而此时程青竹却突然昏迷不醒。袁承志急忙为其把脉，却发现他早已身中剧毒。他双指连点，封住其要穴，而后对阿九说道：“程炮主的伤能好，只是若要痊愈，还需解药驱根。你等着，我去想办法。”另一边，沙天广因之前重伤，如今又连番厮杀，已然奄奄一息。袁承志立马为其把脉，却发现其内伤并不致命，于是以本门内功助其疗伤。但见他盘膝而坐，运起身后内力，双指点出，内力灌注，不消片刻，沙天广便已发现内伤已好大半。想到自己要抢其财物，袁承志却反救自己性命，顿感惭愧。袁承志却微微一笑，表示此时大家要同仇敌忾，对抗官兵才有活路，并问他要了解药，将解药交给阿九。程青竹立马道谢：“这位公子侠肝义胆，武功超群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”“小弟姓袁，名承志。”“袁承志，你叫我阿九好了。”听到阿九的名字，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二人对视，暧昧的气氛浮现。就在此时，洪胜海却急忙跑来，并告诉袁承志有大批官兵再次赶来，而楚红柳却告诉众人，前方的官兵正是朝廷运送曹营的。但是如今敌众我寡，硬拼明显是死路一条。袁承志决定只身前往查探。另一边，神拳无敌归心术夫妇却带着2个徒弟同官兵厮杀，但见他在宝箱中不断寻找，却是对金银视若无睹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飞身赶来：“二师兄，二师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说这么多，一起对付官兵。我们有我们的事，与你何干？”正当袁承志欲要追上询问之际，注意看，华山之巅，天下第一高手华山派掌门穆仁清正在传授徒弟华山派绝学。师傅，这最后一招，你可看清楚了？看着身后隐而后发的剑招威力，袁承志大喜。就在此时，一名怪人施展诡异身法赶来。好一招天外飞龙啊！方才穆仁清施展的正是华山派剑法绝学天外飞龙，而来人正是他的挚友穆桑道人。他拿出了至宝金丝软甲赠与袁承志。看剑！这件背心儿是用乌金丝头发和金丝猴的毛混合制成，任何厉害的兵刃都伤他不得。眼见如此，袁承志大喜，谢过了穆桑道人。师傅穆仁清告诉他，如今自己已将华山派剑法尽数传授，是时候下山历练了。而山下的众人却早已恭候多时了。原来袁承志正是忠良袁崇焕之子，明末名将袁崇焕遭陷害被冤杀，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为父报仇，他拜天下第一高手穆仁清为师，苦练剑法10余年，终于神功大成。就在此时，接到消息的锦衣卫等人赶到，欲要将其一网打尽。捉拿赔！不要让跑了！这边，快！你带承志先走。好，弟兄们，杀！袁承志此时武功大成，竟以一己之力对抗数十名锦衣卫不落下风。但见他剑法灵动，显然他已经悟得华山剑法的精髓。另一边，但见锦衣卫指挥使安剑清飞身而起，一剑劈下，
罗大千挥剑抵挡，但终究不是其对手。恐怖的内力瞬间将他压得单膝弯曲，鲜血滴落。真有不怕死的，我在12年前就已经死过了。安剑清一剑挥出，恐怖的剑气瞬间将罗大千击飞。众人急忙上前查探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持剑赶来，感到身后杀意，安剑清并未转身，挥剑挡下了攻来的宝剑。二人持剑过招，袁承志内力爆发，将安剑清震退。少主，要小心！罗叔叔！不用喊了，你马上就会到阴间见到他的。他看向安剑清的面孔，瞬间想起了又是他屠杀自己全家的模样。袁承志大怒：狗贼！我的家人有多少人枉死在你手里？这笔账，今天我要为他们讨回来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身边4名锦衣卫帅立刻下诏，禅位让贤。眼见会王竟公然造反，崇祯右手紧握龙翼扶手，起身大怒道：你想弑君篡位吗？昏君无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就在此时，一旁乔装的袁承志现身，缓步上前。惠王见状大喜：袁公子，杀父仇人就在眼前。但见袁承志拔出金蛇剑，剑指崇祯，说道：此人虽是我杀父的大仇人，但却拒绝卖国求荣，怎么先公后私？回王爷，你得罪了。眼见袁承志竟临阵倒戈，惠王大怒，立马指挥手下强攻。给我杀！但见袁承志杀入人群，金蛇剑过处，众人兵器皆纷纷断裂。一旁的锦衣卫指挥使安剑清亦是率众奋力抵抗，阿九却是挡在崇祯身前，护其周全。眼见阿九被围攻，袁承志立马持剑飞身而上，飞起一脚将周身士兵击退，并将随身佩剑金蛇剑递给了他。袁承志赤手空拳杀入人群，混元功爆发，周身士兵皆不是其一合之敌。就在此时，一人挥剑偷袭，慌乱中阿九立马转身挥剑抵挡，不料金蛇剑竟无坚不摧，瞬间将其手中长剑击碎。阿九大惊，顿时明白了袁承志的心意。此时温家吴老同五毒教众人齐齐杀出，袁承志飞身而起，躲开温方达的攻击，而后闪身一招将何铁手制服。见来人竟是袁承志，何铁手立马微微一笑道：我们以多攻少，对不住了。你那些兄弟的命不要了吗？听闻如此，何铁手大惊，见身后温家吴老再次攻来，二人同时飞身而出，连过数招。袁承志告知温青青已被救走，如若不与其合作，五毒教数10名弟子必将成为废人，权衡利弊。何铁手立马道：好，我想见识见识金蛇秘籍。一言为定。但见袁承志双臂发力，将何铁手抛出，铁钩过处，瞬间将温方师手中双锤击落，而后再次抓向何铁手左腿，甩向身后。何铁手立马掷出手中毒粉，温方悟瞬间中招，虎脸痛苦惨叫。此时他的双眼却是已然被毒下，看着败走的温家五老，何铁手微微一笑，召回了五毒教众人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就在此时，一人持剑飞身攻出，瞬间将袁承志手中长矛斩断。看来人模样正是满清国师玉贞子，而袁承志看向手中断矛，如今金蛇剑不在，明显自己不是玉贞子的敌手，立马大叫：安剑清，过来帮我！安剑清听闻，明白定是高手来袭，立马飞身相助，但见他一剑劈下，慌乱中玉贞子以长剑抵挡，但恐怖的真气瞬间将其震退数步。见二人合作，玉贞子立马嘲讽起来：我还真没想到小猴子和昏君竟然同流合污了。这话人人说的，就你说不得。有刺客！但见袁承志手持金蛇剑，直刺大清皇帝皇太极。侍卫见状，立马飞身而起，将袁承志从空中拽下。保护皇上！快保护皇上！他挥动金蛇剑，瞬间将众人手中兵器击碎。众人一拥而上，将其手脚制住。慌乱逃离中的皇太极回头大叫道：抓住他！捉住他！看着逃离的皇太极，袁承志大怒，但见他大喝一声，内力爆发，瞬间将周身数10名士兵震飞。他手持金蛇剑走出大殿。此时满清士兵听闻动静，皆冲杀而来。袁承志飞身而起，金蛇剑直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剑气过处，士兵皆纷纷倒地，鲜血喷洒。饮血后，金蛇剑金色形态再现，2名侍卫冲杀而上，袁承志立马便招挥剑横劈，恐怖的剑气瞬间将攻来的士兵击杀。他挥剑直刺，眼看就要到达皇太极身前，关键时刻一柄拂尘突现，将金蛇剑缠住。而后来人手腕一抖，恐怖的力道竟硬生生将袁承志甩飞。臣等救驾来迟，让皇上受惊了。来人正是当初大闹武林大会的玉贞子，不想他的真实身份竟是大清国师。但听玉贞子嚣张道：你那老猴师傅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这小猴更加别想赢我。谁跟你纠缠？我要取那满人皇帝的性命！袁承志挥动金蛇剑再次攻出，二人缠斗，几招下来，明显玉贞子占了上风。袁承志自知不是其对手，身后又有大批满人兵，他欲要逃离，不料玉贞子立马说道：想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袁承志却不与其缠斗，但见他施展神行百变身法，瞬间将周身满人兵击杀，欲要逃离，不料玉贞子却对此身法了如指掌，先行闪身至其身前阻拦。
百变神功，哈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要不要我再教你几招啊？袁承志大怒，再次施展了神行百变。但见他身形诡异，飘忽不定，不料玉贞子却知道此身法的破绽，同样施展诡异身法，每一招均先其一步。袁承志一时间竟避无可避。眼见如此，袁承志立马施展轻功飞身而起，玉贞子却是紧随其后，继续缠斗。就在此时，数名满人兵手持铁链冲杀而来，玉贞子急忙飞身后退，8名士兵同时挥动手中铁链，袁承志只好狼狈闪躲。看着场中袁承志如此模样，玉贞子大笑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能逃出我这铁链阵法。”话音未落，场中8人突变阵型，但见8人手中各执2条铁链，飞身而起，眨眼间便将袁承志锁于铁链阵中。玉贞子见时机已到，立马飞身攻出，不料袁承志却不与其缠斗，闪身逃离铁链阵的封锁，飞身而起欲要离开，但玉贞子哪里会放过他，同样飞身一招将其击落。2人脚踩铁链凌空对战，但见袁承志一剑攻出，却发现脚下不稳，原来是满人兵挥动铁链将其绊住。玉贞子抓住时机，浮沉攻出，瞬间将袁承志击飞。袁承志翻身之间挥动宝剑，剑气过处，将身后2名铁链阵士兵击杀。眼见袁承志重伤狼狈，玉贞子立马出言嘲讽起来：“小子，今天怎么没带那漂亮姑娘一起来啊？要是带她来了，我玉贞子就更来精神了。”听闻辱极轻轻，袁承志大怒，再次持剑攻了上来，不料锁链阵法在变，瞬间击中其胸口。袁承志倒飞而出，铁链瞬间将其再次困住。袁承志挥动金蛇剑将周身锁链砍断，不料此时玉贞子却从身后飞身而下。袁承志转身挥剑抵挡，不料金蛇剑竟被其浮沉缠住，而下方铁链阵在变，将其脖子同双脚缠绕。玉贞子趁机浮沉一拉，身后竟有呼救声响起：“我们在这儿呢，承志，承志！”袁承志看去大惊，2人正是父亲的旧部孙仲寿和朱安国。袁承志不再犹豫，立马飞身上前营救。他一剑挥出，恐怖的剑气瞬间将囚笼击碎，并反手将其镣铐斩断。众人同押运的官兵厮杀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竹林温轻轻带领众盗匪同时杀出，众人首尾呼应，官兵立马大乱。弟兄们，稳住阵脚，给我稳住阵脚，不要慌乱！眼见官兵头目在此，擒贼先擒王，袁承志立马飞身而起，一把掷出手中绳索，将官兵头目捆绑，而后绕过树干猛然一拉，头目立马飞起，他直刀向天。看着抵在脖颈之上的宝刀，头目立马下手，命你的部下把所有人都放了，快，全部放下兵器，放下！把兵器放下，快点，放下，把兵器放下！而归心术师徒4人翻遍宝箱，却始终一无所获，大怒道：“马士英进贡的茯苓乌手丸藏在哪儿？药丸呢？马督府已经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。”原来为了治好儿子的怪病，归心术等人一直在寻找灵药。据说此次进贡的茯苓乌手丸，乃是以1000年茯苓铜和手乌炼制而成，是稀世奇珍。归心术听闻，急忙带着徒弟离开了此地。此时一旁的孙仲寿告诉袁承志，头目水总兵乃是奉旨办事，一路之上并未为难众人。袁承志见状便放了他，但押送曹营被劫，回去也是死路一条。于是水总兵决定带领士兵加入山宗。袁承志大喜。次日正值泰山武林大会，7省武林高手齐聚。如今众人已劫曹营，彻底与朝廷对立，商议之下决定一同前往泰山，再做打算。路上袁承志看了看独自吹竹叶的阿九，立马上前问道：“阿九姑娘，你吹得真好听，竹叶怎么吹？可以教我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奈何拿到竹叶的袁承志却如何也吹不响。一旁的阿九笑道：“哪那么容易学会啊？要想学会，起码要先吹破10片竹叶。”“那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就多教教我。”2人相视一笑，皆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情谊。次日，阿九托洪胜海送给袁承志一个木盒，袁承志打开后发现竟是2片竹叶。夜里，2人竟同时吹着竹叶。一旁的程青竹闻声而来，明白阿九身份的他，看了看袁承志，却是摇了摇头。次日，众高手齐聚，众人喝酒吃肉，谈笑风生。温青青却托洪胜海买了上好的雨前茶，想为袁承志泡壶好茶，解乏解酒。而袁承志却早已来到程青竹处，与之商议争夺武林盟主之事。此时阿九现身，并泡好了上等的武夷山大红袍款待。温青青泡好了雨前茶，苦等袁承志却不见其归来，担心袁承志安危，于是立马前去查看。另一边，袁承志细数着崇祯皇帝的昏庸之举。现在朝中文臣贪污，武将怕死，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昏庸无道的崇祯皇帝。听闻袁承志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，阿九慌乱之下左手捧向了壶身，瞬间被烫伤。哎，阿九姑娘，没事吧？先攻了上来，袁承志施展身法，以毫厘之差瞬间躲开了几人攻击，而后格挡开众人兵器，以巧妙的剑招牵动4人武器。安剑清看在眼里，知道此剑法不简单，果然习得华山剑法精髓的袁承志，不过3招就将4人击杀。他看向一旁的安剑清，大喝一声，内力爆发，
手中宝剑瞬间激射而出，安剑清险险躲开，不料袁承志飞身而上，安剑清瞬间中招，但他却丝毫不慌，挥剑将袁承志荡开。袁承志立马转身接住宝剑与其缠斗，但袁承志毕竟师承木人清，华山剑法早已娴熟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招式上明显占了上风。眼见如此，安剑清挥动宝剑，一道剑气激射将袁承志逼退数步，而后以石块攻击掩饰，自己飞身上前，瞬间击中袁承志。眼看袁承志掉落悬崖，他抓住了藤条，脚下发力，施展轻功飞身而上，二人再次缠斗。但论剑法，显然袁承志还是在安剑清之上。但见袁承志架住攻来的宝剑，脚下发力，而后顺势一拉，安剑清瞬间重心不稳，掉落下去。关键时刻，他将剑身插入峭壁，保住一命。要杀就杀，何必犹豫？难道你杀人之时从来都不犹豫？看着此时的袁承志，安剑清却心生一计。此住手！趁着袁承志愣神之际，安剑清立马趁机飞身而上，荡开攻出的宝剑，一脚将其击飞。袁承志瞬间掉落万丈悬崖，却不想落到了峭壁之上。袁承志看了看下方的万丈悬崖，顿时一阵后怕，他摇晃地拾起了地上的宝剑，走进了跟前的山洞里，却发现山洞仿佛有人居住一般，而地上蟒蛇丛生，一副白骨凸显。他挥动长剑将周围蟒蛇击杀，看向了骸骨旁石壁上的自己。众宝秘术，父与有缘，入我门中，遇祸莫怨。河下土地3尺，可葬我骸骨。凡葬骨者，即为我门人。河中有武功秘籍一份，藏宝图一张，得知可冠绝武林，富甲天下。但见二人同时攻出，双方缠斗，玉贞子一时间竟被打得慌乱招架。安剑清一剑攻出，将其宝剑格挡。袁承志趁机翻身一脚将其踢飞。眼见玉贞子狼狈倒飞，安剑清再次飞身而起，一剑劈下。慌乱中，玉贞子立马挥剑格挡，而后剑势倾斜，卸去其力道，袖中拂尘击出，瞬间将其击伤。三人再次缠斗，玉贞子长剑拂尘齐出，一时间竟同二人斗得不相上下。但见安剑清一剑刺出，却被玉贞子反手擒拿。袁承志立马上前营救，不料玉贞子翻身而起，以拂尘将其击伤。幸好有金丝软甲保护，却并无大碍。一旁的玉贞子荡开安剑清宝剑，却发现袁承志已然不见踪影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却从下方猛然攻出，毫无防备的玉贞子立马中招，被踢得倒飞出去，却是顺势将周身士兵的长矛折断。安剑清趁机再次从其身后攻出，不料玉贞子双掌齐出，恐怖的内力爆发，身旁的断矛瞬间击射而出。安剑清慌乱抵挡，瞬间中招，被断矛击穿双腿。玉贞子立马飞身而起，拂尘重击其头部，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，欲要将其击杀。安剑清抓向拂尘，双手已然鲜血直流。袁承志见状大怒，立马飞身攻来，玉贞子却丝毫不慌，翻身而起，荡开其手中断矛，而后长剑直刺，却不想袁承志身穿金丝软甲，刀枪不入。玉贞子见状大惊，袁承志趁机发力，挥动手中断矛，瞬间将其击伤。玉贞子见状不再纠缠，立马飞身逃离。就在此时，曹化纯带兵前来，惠王见状大喜，正欲上前，不料曹化纯说道：“大胆反贼，竟敢惊动圣驾，全都拿下！”惠王大惊，不想曹化纯竟然倒戈相向，见势不对，立马调转矛头。另一边，眼见袁承志护驾有功，崇祯正欲封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袁，名承志，古兵部尚书、蓟辽都师袁崇焕之子。什么？崇祯瞬间大惊，不想当年自己错杀的武将之后，竟救了自己性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洗雪先父的大冤。崇祯听闻立马大怒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告知天下自己错杀了忠良，是自己昏庸无能？看着崇祯的眼神，袁承志立马明白了一切，轻蔑一笑，正欲拿回金蛇剑离开。阿九却担心今生再也无法相见，于是立马道：“这剑还是先放我这儿吧，我们下次见面我再还给你，我等你回来。”我会来拿回金蛇剑。另一边，五毒教内，袁承志履行承诺，以华山派独门手法为其教众解穴。待袁承志离开后，不想和洪耀同齐云敖却是立马出言训斥：“你贪恋情欲，与那姓袁的小子打得火热，眉来眼去，忘记了教中深仇，坏了拥立新君，光复本教的大事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另立教主！你们谁有本事赢得了，就上来抢教主吧！”将袁承志拽向半空，而身下众士兵皆举起长矛。玉贞子再次发力下坠，欲要将其击杀。关键时刻，袁承志内力爆发，金蛇剑轻颤，瞬间将玉贞子震退，而后再次挥剑，将周身铁链砍断，飞身而下。金蛇剑过处，众士兵兵刃皆被齐齐斩断。玉贞子却趁其翻身之际攻来，拂尘连点其背部于后颈穴道。袁承志立马中招，单膝跪地，金蛇剑脱手而出。还不快点拿下！大殿中，得知袁承志乃是忠良袁崇焕之子时，皇太极大惊，将门虎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他试图说服袁承志投降大清，但袁承志却誓死不从。眼见如此，他却并未将袁承志处死，而是将其交给了降将祖大寿处置。祖大寿正是袁崇焕手下第一大将，城破之日投降大清。回到府中，
袁承志对于祖大寿这种降将却是嗤之以鼻。姓祖的，你不要跟我在这儿假仁假义了。但祖大寿却对其悉心照料，他虽是降将，却不忘当年袁崇焕的知遇之恩，欲要将袁承志放走。但袁承志明白，如果自己离开，皇太极必然会将其击杀，他不愿连累祖大寿，宁愿选择投降。眼见袁承志如此坚持，祖大寿却假装答应带他去见皇太极。二人走到城外时，袁承志才发现异状，但听祖大寿说道：袁都师忠义包天，他的公子怎能和我一样那么没有气节去投降满人呢？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次日，袁承志将祖大寿之事告知众人。袁承志认为皇太极放过自己，或许是想收服祖大寿，同时也想让自己投降，一举两得。但如今皇帝尚未行刺成功，商议之下，袁承志决定再次入宫，一是拿回金蛇剑行刺皇帝，二是救出祖大寿。夜里，胡贵南同袁承志再次潜入皇宫，二人来到了国师玉贞子的住所。胡贵南飞身而起，越过围墙来到窗外，不料此时玉贞子却是正在与小妾亲热。好痒啊！哎呀，小美人！胡贵南拿出匕首划破窗面，而后以竹竿将桌上的金蛇剑勾走，随后从另一边将玉贞子的衣物顺走。不料屏风响动，玉贞子大惊：“什么人？